集齐这味药，就能治好彩儿的气急了。要不是为了我的启程，爷爷他也不会去悬崖上采药。爷爷，你醒了！啊，彩儿，扶我起来，把我的灵书神针取来。是，师傅。师傅。师傅，你用灵术神针封住周身大穴，此举只怕会损害自身寿元啊！爷爷，不要！我用灵书神针为引，神果为方，方可压制彩儿的气急。往后只需继续用从前的方子，方可护佑他终身。爷爷，爷爷，我不要治病，我只要爷爷，爷爷。师傅，彩儿，爷爷不能陪你了。我把彩儿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她。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我们张家的后代一定要切记，切记。爷爷，爷爷，爷爷，师傅，师傅，爷爷，爷爷，恭送张老神医驾鹤仙游。长老夫人禀奏，全城民医聚集，我们孙家必须抢先歇息。四周，还不快下来，不要耽误了大事！我不是死了吗？这是哪里？我难道重生了？果然和你那乡巴佬老妈一样，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这就是孙家那个私生子啊！这么重要的日子，还敢在车里睡觉？孙家，所以我魂穿到了这个孙家的少年身上。把他拉下来！下来！你疯了！竟然敢对我动手！这房子竟与当年的老宅别无二致，难道这病重的张老夫人是我们张家后人？你疯了！竟然敢对我动手！你区区一个私生子，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下来，你不要下来，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懒得与你争辩，莫要耽误了病患，让开！啊，就凭你还能治了张老夫人啊？我告诉你，我家小陈那可是自幼天资聪明，那可是得了祖上的医术真传。如果在海城能治得了张老夫人，非他莫属。姐，你跟这个小杂种说那么多干什么？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懂什么是医术吗？大义京城有言，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你们姐弟二人，竟也配称为医者？啊，他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这么能言善道？走。如今的张家竟如此富贵，想来我死后，彩儿和楚楚的日子应当过得不错。这两人好像彩儿的父亲和姑姑。
像，太像了。哎，你们可认识张馨予？这人是谁啊？竟敢直呼张老夫人大名！张馨予是我祖母。那她现在还活着吗？你混账东西，还不快住嘴！楚少，楚小姐，这是我儿子，从小缺少管教，不懂规矩，还请您见谅。原来是私生子啊，怪不得这么没教养。我家祖母行善积德，身体自然康健。孙家主，你儿子这般无礼，是想咒我们家祖母吗？不敢不敢，还不快给楚少、楚小姐道歉！祖母，彩儿是我的孙女，眼前这两个年轻人也是我的后人。我的彩儿竟然还活着！她得了什么病？快带我去见她！难道你真认识我们家老夫人？那当然，我是她。够了，孙思仲，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就凭你也配见张老夫人？这人是不是疯了？问老夫人死了没，现在还要去见老夫人？孙女啊，要不是有孙晨这样的名医学生撑着，只怕以后完了。我家祖母重病在床，如今我楚家变妖为医，就是为了给我祖母治病。我重生而来，确实匪夷所思，得另寻办法去见彩儿。你们张家不是世代从医吗？怎么还有外人来治？爷爷英年早逝，自我父亲开始，我楚家就以弃医从商，楚家也算是当地一方首富。什么样的医生请？楚河竟然死了！你们两个，身为张家的后人，张家先祖现在就悬挂于高堂之上，居然敢违背他们的意愿，弃医从商！究竟是什么人，竟然知道我张家祖训？孙连成，若你还想在海城和我楚家有生意往来，以后就不要让我再看到这个臭小子。算了，天阔，我们今天是为奶奶看病的。我家祖母气疾多年，每逢春秋必定复发，严重的时候咳喘不止，近些年来已经有咳血的症状了。楚小姐，行医讲究望闻问切，不如将老夫人请出来，让我们探探脉吧。不行，我奶奶咳血越来越严重了，症状我已经告知大家了，还请各位圣手开个方子。都没有见到病人，怎敢擅自开药？是啊，这气疾还分寒热两种，若是开错了药，可是会死人的。哼，我来。不愧是邹克年的学生，如此精妙的药方，信手拈来。这方子上的几味药分量极为精准，是寒症、热症均可用之。楚少，只要让老夫人服下此药方，不出3个月，他就被你拖死。不出3个月，他就被你拖死。你个乡巴佬还懂医术？我家弟弟孙晨，那可是邹克年的关门弟子。龙国谁人不知？他可是医学界第一人。医学界第一人，我看这龙城的医学界也没救了。你究竟是谁？若是耽误我家老太太治病，楚家绝不会放过。楚少，楚小姐，这小子就从乡下来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我回去就好好教育他，还不快给楚少、楚小姐道歉！楚少，老夫人只要早一刻服药，她就会早一刻远离病痛者。孙思仲，你多次阻挠我给张老夫人看病，难道你是想要张老夫人死啊？你二人身为张家的后人，连药你都不懂，这3七乃是补血之物。张老夫人已年过70，多半心经缺血，服用3七怎么补血？气短，喘息不止，盗气，这乃是肺内有血瘀之症。如果继续用这3七红参滋补下去，不出3个月，他肺内淤堵之处必将形成栓塞，到时候就药石无医了。我看你是在这胡说八道，明明就是在这拖延时间。姐，你干这？你们身为张家的后人，连分配药方的办法都没有。以麻黄宣肺，杏仁降气，再服以黄芪、桑白皮、白果清肺泻热，敛肺定喘，方可治愈他的气急。我奶奶一直都吃的这副药，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知道这药方的？他既然一直吃，那为何？奶奶自从曾祖父仙逝，又逢爷爷意外身亡，伤院堆积，心肺皆损。如今这副药的效果甚微。快带我去见他！不行，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别以为胡诌2句本少就会信。
你张家的凝书神针何在？为何不用凝书神针？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我张家的传家宝？自从曾祖父仙逝之后，灵书神针无人会有。世人都以为这凝书神针是由纯金制成，却无人知道此物只是金针镶嵌在玉髓之上，在阳光之下方可显出带有血色的金光。现在可以相信我吧？好，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姐，你真信他？我张思壮一生行善积德，幸得上苍垂怜，侥幸重活一世。若非我重生，不出2日，彩儿必会在睡梦中死去。还好都来得及。彩儿，爷爷来了，你别怕。把灵术神针拿来，我要试针。这天阔，去把神针拿过来。姐，我再说一遍，去把神针拿过来。臭小子，我警告你，若奶奶有事，我要你的命！这个土包子不会要偷张家的传家宝吧？我看他到时候治不了张老夫人，我看他怎么办。你从小就有弱者，所以我从未督促过你学习。谁曾想，你的大师兄楚河竟早早离世，使咱们张家的医术断了传承。把东西给我，你们都出去，不许任何人进来。给我，出去吧。彩儿别怕，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这孙思壮到底是什么人？不仅知道灵域神针的秘密，还知道奶奶的小秘密。这孙思壮究竟是什么人？你们2个把孙思仲从小到大的事情给我交代清楚。楚小姐，你还是太相信他了。要不是我爸仁慈，他那贱种还在地里刨食呢。楚小姐，他只不过是一个刚考上3本医学院的学生，如今你就把张老夫人交在他的手里了，只怕张老夫人……他真的没学过医吗？你千真万确。丑话说到前面啊，要是这小子治不了张老夫人，你可别找我们孙家麻烦。彩儿，你一定会好起来的。都怪我医术不精，若是当初彻底根治了你的气机，你也不会遭受如此劫难。彩儿，这一次，爷爷终于救下你了。你重病初愈，还需要好好调养。姐，人怎么还没出来？说的也是，过去这么久，要不过去看看？你打我！孙思仲，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动楚少！你是想让我孙家万劫不复，还不跪下道歉？道歉？你身为张家的后人，虽然你不会用针，但你不可能不知道，灵书神针一旦使用起来，必须一气呵成。若有外人来打扰，不仅会伤及医者，还会反噬病者。你过了，天阔他只是担心奶奶。还有你这孙家姐弟在外面吵吵嚷嚷，你弟弟还欲破门而入，你为何不来？谁知道你在里面那么久，到底会不会害人夺宝？我看你奶奶平时是太溺爱你们了，才让你们养成了如此恶劣的品性。今天我要替她好好教育你们。你们2人给我去祖堂，把所有的祖训抄100遍。你又造反啊！
你区区一个私生子，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楚少和楚小姐？我虽邹老，学医多年，从未听说过针灸之术还会伤人伤己。孙思仲，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还有你，心术不正，贪贫爱富，医术没学多少，整天只知道夸下海口。孙晨，你不配做一个医者。你少在这信口开河！楚小姐，你确定他会灵书神针？楚少，这个人可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你就应该把他抓起来。灵书神针？难道爷爷还有徒弟，将神针的施针手法传承了下来？爷爷，哎，这是什么呀？嗨，彩儿呀，你可别小看这些小人偶啊！咱们身为医者，在施针的时候呢，丝毫都不能有差错。这些人偶啊，就是很好的练习工具。彩儿知道了。彩儿呀，你可要好好的练习啊！我在这个人偶里面呢，放了个小礼物，等你医术到家了，就可以打开礼物喽。可我太笨了，解不开怎么办？那就要看你怎么哄爷爷开心喽。来，亲爷爷一口。哎呦，爷爷的胡子好扎人呀，让我帮你拔掉一点。爷爷，是我忘了您说的话，是我让张家断了传承，爷爷，对不起。能把爷爷的木偶解开，今天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奶奶，奶奶醒了，快！哎，你一个外人，就在这候着吧。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孙思仲，你用的什么方法把老夫人治下去？不会是回光返照吧？这下你闯大祸！奶奶，您醒了。婉婉，奶奶教你，先将心口处的针取下，随后由内向外，顺时针将金针依次取下。好，我知道了，奶奶。奶奶，您昏迷的这些日子，我和我姐都快担心死了。医馆的项目如何了？哎呀，之前就告诉你，医馆的推行关乎着海城众多病患，我昏迷多日，项目竟然没有丝毫进展。你这个不学无术的逆孙！奶奶，您身体刚刚好点就别骂我了，我这一天都还2次骂了。哼，在海城谁还敢骂你这个无法无天的楚大少？有啊，就那个给您治病的大夫。那个人不过才20来岁，规矩比您老人家都大，还说什么我和天阔虽然身为张家的后人，连最基本的灵书神针施针规矩都不懂。哼，我看他就是个骗子，是奶奶杞人自有天下。这是爷爷的笔记，你们快把人请来！奶奶，那种骗子给他点钱打发走就行了。闭嘴！你们不服我去，我自己去。您慢点。孙思仲，老太太要是有个3长2短，楚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小玩意儿，你还是在这跪着吧，相学楚家还能留你一条狗命。彩儿，你醒了。爷爷，孙女儿不孝。啊，这是张老夫人，她竟然跟他下跪了，还管这个毛头小子叫爷爷？你这是来看我了吗？
我这是幻觉吗？他这是情绪起伏过大，导致气血力竭，快扶他进去。你们应该都知道张家的手段，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给我咽回肚子，否则……你说那老太太是糊涂了吧？竟然管那个杂种叫爷爷！张星宇的爷爷不就是神医张思仲吗？倒是和这个小子同名，难道这个小子真的会灵术神针？难道他真的巴结上张家了？不能让他和张家有往来。爸，你可不能将孙家的财产留给这个臭小子。小陈，摸清他们的底细，一定不能让他们威胁到你。走。走。爷爷，我没做梦，真的是你吗？彩儿，这些年辛苦你了。爷爷，我真的好想你。你告诉我，这不是在做梦，对吗？是爷爷对不起你，不应该离开你。这臭小子敢占我们的便宜，等我把结与我定了，我再好好收拾你。要不是当年你为了我，也不会。后来大师兄也走了，我原想随他去了，不曾想我竟然怀了他的孩子。是爷爷不应该离开你，是爷爷的错。孙思仲，我警告你，不要趁着奶奶意识模糊就不顾长幼尊卑了。婉婉，退下！奶奶，我本以为撑不下去了，爷爷，你知道吗？在梦里，我都梦到了和你还有大师兄在下面团聚了。我没想到一觉醒来，竟然看到这个针灸小人被解开了。那一刻呀，我就知道一定是您回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阿姐，奶奶不会让这小子给扎傻了吧？闭嘴吧，我哪知道。当年要是我能再小心一点，就不会从那悬崖上掉下去。闭嘴，孙思仲，奶奶听不得悬崖这两个字。该闭嘴的是你们，难道我没教过你们要尊重长辈吗？平时奶奶听到悬崖两个字都要咳喘不止，今天怎么了？难道这个人真的是曾祖父？要不是当年那场意外，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苦撑了这么多年。不过今天我回来看到你，发现你还是跟之前一样，是那个心地坚韧的小女孩。哎，奶奶，你可别被他骗了，这小子是孙家的私生子，巧舌如簧。我可不像你们一样蠢，连亲爷爷都不认得。你们都给我跪下！还不给我跪下！还不叫人！曾祖父，哎，好孩子，你快起来吧。幸得上苍眷顾，让我穿越回了70年后的现在，我能看到彩儿，你结婚生子，生儿育女，还能看到我的曾孙子，还有曾孙女。爷爷，你以后就留在家里吧。你们啊，以后要尊重你们的曾祖。你们的曾祖啊，最是博学。往后啊，你们都听他的，好好上进。奶奶，天阔，你年纪尚小，以后啊，跟在你曾祖身旁，好好学习医术，切莫断了我们张家的传承。我跟他学，三本废物。是谁教你们不敬先祖的？不学无术，现在好好的老师摆在你们面前，你竟然还不敬长辈！罢了，这两个孩子，一个性情急躁，另一个不学无术。彩儿如今大病初愈，且自幼心软，只怕以后这个张家就由我来指导后辈了。张氏医馆的项目以后就由你们曾祖父负责，你们就跟着曾祖父好好学着。是奶奶。
孙先生，我已经安排好了，明早8点我们一块带您去医馆。明早5点，你2人先随我打一套五禽戏，然后再去医馆当值。臭小子，我们凭什么听你的？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我们曾祖吗？哈哈，曾祖。年纪轻轻，居然有了肾虚之症。哎，不是，臭小子，你等等，什么肾虚怎么调理啊？哎，什么肾虚怎么调理？哎，曾爷爷，哎呦，我的曾祖父，你快告诉我嘛！啊，曾爷爷，曾祖父。干什么，臭小子！应允之事却迟到，这是1错；不尊重长辈，这是2错。你怎么还打？小惩大戒。从今日开始，每日5点，你们都需要在这里练功。这什么无情戏啊！有这闲工夫，本小姐还不如睡个美容觉呢。顺着我的力道往下走。我想不到你年纪轻轻，颈椎竟然出了如此大的问题，再过几年，估计要落下病根了。喂，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哎，姐，竟然真的不疼了，没想到他真的有这个本事。难道他真的是曾祖神医张思仲？行了，去洗漱吧，今日就到这里。麻烦了，孙先生。姐，干嘛这么尊重他？这个孙思仲确实有几分医术，再加上今天是先祖诞辰70周年大日子，有了他，今天这个义诊活动肯定能为张氏打响名号。走。哇，姐，你还真听奶奶的话，把这个什么万民书放在这儿。我当时就说嘛，别人都是摆放金蝉或者供奉神灵华佗之类，都怪奶奶。这是百姓对我们的信任与认可，你姐弟2人怎么如此没有规矩，还不跪下？你怎么又打我们？都是因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和我姐说的也是事实，你可以去其他医院看看，哪家医院不是供奉华佗或者摆着金蝉？就这万民书，你知道这万民书的来历吗？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继之，得益于此。我张家先祖3代，为百姓求安康，为苍生求活路，为万世求太平，这才获得此万民医重，获得此万民书。而你姐弟2人竟如此忘本，你对得起张家的列祖列宗吗？先生教诲，我们2个一定记下。只是今天是我们张家义诊的大日子，先生你医术高超，我和弟弟又不懂医理，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首席，给百姓们看诊。罢了，今天是我的诞辰日，既然上天让我在诞辰的前一日重生，也是让我继续悬壶济世吧。
家人们好啊，欢迎来到张氏医馆的直播间。今天是张氏先祖神医张思仲先生70周年诞辰，我们张家始终遵循先祖遗志，自老一辈开始就将今天设为义诊日，为的就是让没钱的普通百姓也能得到应有的医治。哎，大家看这边，我看到了什么？你的腿那个坐在中间的年轻人是谁呀？这么年轻，竟然能有资格看诊。小哥哥长得真帅啊！主播，快拉近点。上医院打过石膏以后，就只能靠拄着拐子行动。小大夫呀，麻烦你帮我开点膏药。这一刮风下雨，这腿就疼得厉害。啊！好了，大姐，您现在起身看一看。好了，我好了，不疼了。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我只是给你疏通了一下经络，想要彻底根治，还需要加以药物。王婉，去药房帮我拿3钱川乌，再拿2钱麻黄。好。谢谢。不是，这是托吧？哪有这么神啊？张氏医馆是吧？我这就去看看。要是假的，我就让帽子叔叔过去。哎，姐，直播间人数破10万，咱们张氏医馆火了。小陈，你快看，这是不是那个贱种？这怎么办啊？要是让咱爸知道的话，姐，你放心，只要张家敢捧他，我就让张家好好看看，谁才是新一代的第一人。庸医害人！庸医害人！庸医害人！害人！各位稍安勿躁，容我看看。翻车了！我早就说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年轻的神医？你们这群庸医，就是想害死我们！滚开！我们可不相信你们这群庸医！赔钱！楚小姐，你们2人不懂什么医术，听信响，只怕张家的好名声都要被这个小杂种给败光了。一个刚考上300医学院的小垃圾，有什么资格在此坐堂看诊？什么？那个好看的小哥哥竟然是300医学院的学生，就连综合年学生都说他是骗子，我看他就是个庸医，庸医不得好死。孙晨，5天前我就邀请你和邹鹤年来参加今天的义诊活动，是你们2个自己说没有时间不能到场的。如果今天是来看热闹的话，那就请回吧。楚小姐，你这不怕把张氏医馆给毁了吗？看病不比其他，吃错了药可是会死人的。姐，怎么办啊？当初就不该提奶奶的，谁知道这瘦小子什么来头？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怎么和奶奶交代啊？楚小姐，我可以帮你解决今天的麻烦，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由张氏医馆向行业内发布公告，取消孙思仲的行医资格。张氏医馆在医学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是他们真的发出公告，这个小大夫的后半辈子可就毁了。还不快答应孙小神医！庸医害人，张家害人呐！楚大小姐，人命关天，还没想清楚吗？姐，我这还直播呢，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张家可就完了。庸医害人，张家害人！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张氏医馆害人啊！我们就是相信你们才来看的病，没想到把人治成这样子就不管我们了！不会真的出问题吧？你们快看，家属都哭成那个样子了。楚大小姐，他可是吃了张氏医馆的药才中毒。中毒？我看只怕是有人让他们吃错了药。这些人咳嗽不止，呕吐不断，皆是服错了药才导致的。把方才开的方子拿过来，一验便知。孙思仲，
你好歹毒的心，这么多人挨个验药，要验到什么时候？我看啊，你这是要把病人活活给熬死。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当个孙小谁给我们看病？还不快去拿牛黄解毒丸！不可！孙晨，你学艺不精，是真的想把这些患者害死吗？我学艺不精，我倒要看看现在还有谁想让你诊治。诸位，你们是想吃我孙晨开的药，还是想吃这个小杂种开的药？孙大夫救命！孙大夫救命！孙大夫救命！哎，算了吧。虽然我不知道你和奶奶究竟是什么关系，但是你以后还想继续行医的话，就不要再和孙晨作对了。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被他致死？现在张家医馆都要仰仗着邹家师徒的关系，姐姐为了留住邹鹤年，更是舍出自己和邹家那个纨绔。荒唐！你姐弟二人断了张氏传承也就算了，现在连张氏的命脉都要掌握在了一个外人手上，那又如何？在场的所有大夫，随便哪个拉出来，能有我的医术水平高？张氏医馆要不是靠着我师父和师兄撑着，早就倒闭了。诸位，难道就不想为自己证明吗？你们愿意来到这医馆，一定是因为你们心怀悬壶济世之心。如今这些患者因为误服药物产生病痛，你们难道就不愿意为自己证明，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污蔑你们的清白？年轻人，不是我们不愿，只是我们的医术到底不如孙大夫和邹老。从前我们也曾开错过药，让患者不适，都是孙大夫和邹老。我听说张氏医馆的其他大夫总会开错药，要不是刚才这个小大夫把瘸子的腿看好了，就算是一诊，没有邹鹤年和孙晨，谁愿意去张氏看病啊？你们就对自己的医术如此没有信心吗？他娘的，我不信了！这普通温补药，就算治不好人，也不可能让人上吐下泻。这方子，你们验吧。臭小子，我都不知道你在哪个赤脚大夫那儿学的医术，就敢出来招摇撞骗。你知道邹鹤年的师傅是谁吗？是神医张思仲先生。我的徒弟？老夫何曾收过一个姓邹的徒弟？告诉你吧，待会儿我师傅邹鹤年也会来参加神医张思仲的诞辰仪式，到时候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就凭你也配行医？我倒要看看这些普普通通温补的药，你师徒二人能查出什么错来？切，是药三分毒，你一个刚考上3本的小垃圾，你懂什么呀？药材分量不同，毒性自然不同。难道你们平时就用这种烂理由来搪塞这些患者吗？我来，还不给我开！孙思仲，还不让开！这人刚才是谁的病人？药方可还在？是你害死我哥，是你开的药方，你走开，不要你治，你滚啊！你走开，滚开！这位病人我根本没有医治过，难道是有人故意惹茬？真把人治死了吗？姐，怎么办？我怕。你在这等着，我现在给奶奶打电话。大家都听到了吧？是他，是这个乡巴佬乱开方子把人治死了。楚少，还不下令取消这个臭小子的行医资格吗？这人今天要是真死在这儿，张氏医馆可就真倒闭了呀！哎，你快收手吧，赶紧让孙晨救人。你没本事就别在这想出头了。众目睽睽之下，就算是奶奶来了，也没办法替你遮掩。是药的问题。当然是药的问题啊！肯定是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乱开药把人治死了。你有什么医德？你这种人应该让帽子叔叔带走，好好教育教育。天空，去药房帮我找3七、白芷还有仙鹤草，各5两，然后磨成散，给这些病人服下。这还不快去！好吧。孙晨，人在做天在看，我开的药方，我问心无愧。问心无愧？
好好的人走着进来，现在马上要躺着出去了。小贱人，就凭你也想跟我争孙家的财产？别以为帮上张老夫人就有多了不起，就连他也是仰仗着我师傅邹鹤年张氏医馆才有的今天。药粉来了，慢着，你干什么？药都弄洒了。拿针呢？你走开！哎呦，醒了，醒了，好了好了，醒了！天空，醒了，醒了，帮我去把药房的药醒了，全都拿过来。好。哎呦，师傅，药材的事被发现了。好，麻烦两位师傅把药房里的药材都拿出来吧。好的。这个放在那边。天空，这是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刚才他把那个出血的病人治好后，就让人把药材都拿了出来。这些药材是何人采购？你居然连这药材是非真假都分辨不清了！你说什么？这些药材竟然都是假的？怎么可能？我张氏医馆怎么会用假药？我张家医术传承100年，居然没落至此，是谁？究竟是谁欺负我老夫的后人？这究竟是谁？不顾我神医张思仲的名声，要害我张家至死！把负责采购的人给我叫过来。负责采购的是邹明，是邹鹤年的儿子。没准他也是被骗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还在替他邹家辩白？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张家的名声，张家的100年戒就全都毁了。到时候，谁还来咱们张家医馆看病？原来不是咱们给患者治坏了，患者出事儿，居然是因为采购了假药。请大小姐给我们一个交代。楚婉婉，还不赶紧把拉采购的人给我叫过来！哎，就凭你也敢质疑老子？阿明，你来了，我没有不信你，姐，废！一个乡巴佬的话你不信？我父亲可是邹鹤年，是神医张思仲的徒弟，我怎么可能贩卖假药？阿明，对不起，我没有怀疑你。少废话，钱呢？我记得你奶奶已经醒了，这个季度买药的货款怎么还没到账？现在医院的拨付，奶奶已经交给孙思仲了，我没有权利。废！还有楚大小姐，想做邹家的儿媳妇儿，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林哥，我看呐，您还是请邹老好好考虑考虑，别让人借了神医的名义，还让人白打工。哎，你就是孙家那私生子吧？你就是负责采购的人？是有。我劝你现在乖乖的把货款给我，要不然一会儿闹得不愉快，不好收场啊！你知不知道，你采购的这些药材都是假药，这些病患吃了之后，闹不好会出人命的。就凭你也敢质问，小杂种！哎呦，小杂种，你敢打我？我打你又怎么样？哎，你疯了！这可是邹鹤年的儿子，家里现在的医疗产业都仰望着邹鹤年的名声。你就算是不顾及邹鹤年，也得顾及我姐吧？我姐和他有婚约呢，那就取消婚约。你个孙家的私生子，我和楚婉婉的婚事还轮不到你说了算。楚婉婉，你说张家药房是他的还是你们楚家的？楚婉婉，你别忘了，如果不是我父亲，你们楚家
能有今天的财富？还有，你还想不想让人给你奶奶续命？我不退婚。楚婉婉，我奶奶肯定老糊涂了，才把医院的权利都交给你。如果我真的听你的，我们楚家才算真的完了。孙思仲，我告诉你，我不会退婚的。以后医院的药材还是由邹家负责。楚婉婉，你身为张家的后人，你不会不知道这些药能吃死人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邹鹤年一介名医竟然会用假药。楚天过，你不会也是这样想的吧？我不知道，但是你这么年轻，孙思仲，现在根本就不会有人愿意听你说话。邹家怎么可能会用假药？婉婉真乖，快下通知，取消这个人的行医资格。是啊，楚大小姐，只要你现在取消孙思仲的行医资格，我和邹老还会为你摆平今天这场烂摊子。楚婉婉，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这药材一定有问题，否则邹明不会亲自管。可要是得罪了邹家，我们医馆难道只能指望孙思仲了？大家看见了吧？是因为今天的出诊人学艺不精，才让大家药无中毒。这个臭小子差点害死你，现在又把原因推到药材身上。我代表邹家承诺，只要这小野种没有了行医资格，我父亲邹老一定会治好诸位的病。大小姐，你还在等什么？难道真的不给我们留活路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方说是小大夫看病下错了药，另一方那个小大夫又说是药材的问题。反正我是信邹家的，邹鹤宁声名在外，犯不上贩卖假药材骗钱吧？人心不足蛇吞象。要我说，兴许小大夫说的都是真的。孙思仲，我告诉你，当今医学界是邹老说了算，不说别的，单说邹老是神医张思仲的传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当今当日的位置。我怎么不知道张思仲他有这个徒弟？你一个臭小子，你懂什么？楚大小姐，还没做好决定吗？还是说我和我师傅和你们张氏医馆的缘分就止今天了呀？姐，怎么办啊？婉婉，你可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和我定下婚约？好，我想我张家一世威名，却不曾想张思仲走后，我张家后人竟能被人逼到这个地步。楚天阔，楚婉婉，现在张家还是你们的奶奶管事吧？是，可是昨日你奶奶有没有说过，从今往后张家的所有事务，你们姐弟都交给我打理？是。好，那我宣布，从今日起，所有张氏医馆及张家和楚家的医疗产业全部都停业整顿。什么？你疯了吗？你知道停业一天会损失多少钱吗？无论如何，我张家的名声不能毁，我张氏救民之心也不能变。现在既然张家出现了蛀虫，就不应该再继续营业。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直到真相查得水落石出那一天为止。好，原来是这样。张老夫人竟然把张家给了这小子。楚婉婉，难道你奶奶是想把你嫁给这小子？邹明，你在胡说什么啊？身为医者，敢拿病患的性命做威胁，单从这一点，你口中的那位邹鹤年就不配做张思仲的徒弟。诸位，我今日既然说出了停业整顿这4个字，我就不会放下诸位的病症置之不理。稍后我便会为诸位一一看病。我张家识人不明，犯下的过，我们认。拿针来，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见针消毒。我天，是网络延迟还是我眼睛坏了？这针怎么像长了眼睛似的？竟然是失传已久的绝学，只有当年宫廷御医才懂得隔空刺血。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医术，我要去张氏医馆会会这位小兄弟。姐，邹明朝三暮四，这个孙思仲看起来应该有些本事，不然
你就听他的，别去邹家受气了。隔空自学，难道真的是曾祖父？哼，故弄玄虚。楚婉婉，你身为张家的后人，想不到你居然为了名利攀附他人，我张家的风骨竟整在了你的身上。我有什么错？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张家。可你这也是害了张家。奶奶，奶奶，你可为我做主啊！邹家小子，回家告诉你父亲，张氏医馆从今天起不再与邹家合作，还请邹鹤年另寻去处吧。你个老不死的，没有我父亲，你算什么东西？奶奶，是我管教不严，让人钻了空子，是我愧对爷爷，让张氏医馆沾了污名，是我愧对张家列祖列宗。爷爷，事已至此，我已经命令张氏所有医馆以及其他的医疗企业全部停业整顿。你愿意吗？全凭爷爷做主。奶奶，你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不跟邹家合作的话，如果停业整顿的话，我们张家就完了。婉婉，从今天开始，取消你和邹氏的婚约。奶奶，你听他说的什么？小野种，就你也配替张老夫人做主？张老夫人，您莫不是老糊涂了吧？当年要不是邹老看在张神医的面子上，在你们张家出诊，你们张家早就没落了。张老夫人，你可要想清楚，如果没有我们邹家，你们以后怎么在海城立足？这次是我张氏医馆的失误，之后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现在我们要处理医馆的内务，还请各位先行离开吧。是谁要撕毁婚约呀？老夫人，你要撕毁婚约，我邹某人就自请离开张氏医馆吧。是邹鹤年，这可是国医堂认证的名医。邹鹤年要是走了，以后谁还去张氏医馆看病啊？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大夫都被逼走了，我看张氏医馆完喽。邹鹤年，我张家对你不薄，你当真要离开吗？师父和大师兄去世的早，张家留下你一女人苦苦支撑，老夫也是顾念旧情，没想到你张青雨竟过河拆桥。这些年，要不是我师父撑着，你们张家能有今天的富贵？老夫人，你不是要退婚吗？就怕你承担不起退婚的后路。老夫如今与张家缘分已尽，师姐，最后我还想劝一劝你，真的受这黄口小儿蒙蔽，污蔑我邹家吗？医术不怎么样，这倒打一耙倒是学得很通透。邹鹤年，你是不承认这药材是假的喽？自然，邹某行得端，坐得正。你是张思仲的徒弟，哼，师父大恩，老夫没齿难忘。你还想说，只要婉婉和那邹明退婚，你就要离开张氏医馆？自然，泥人上有3分气性，我邹家绝不会平白受奸人污蔑。好，彩儿，取消他俩的婚约，像这种人不配待在张氏医馆。张星宇，你可要想好了，老夫敢保证，几日之后在医学界，你张家寸步难行。奶奶，你真的要毁了咱们张家吗？我们倒是看看，听你邹鹤年是如何让张家寸步难行。徒儿李森，徒儿邱红翠，拜见师父。徒儿拜见师父。70年了，若不是今日看到直播，我们这些老家伙可能也无缘再见到这万明叔一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臭小子真是咱们曾太祖。姐，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吗？在线蹲后面那个白胡子老头我知道，那是龙国最大的药材供应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是医学界泰斗李森，据说是1号领导的专职营养师。哦，就是这个老太太，在《柳叶刀》上有几十篇论文。师兄，师姐，我没想到，我有朝一日还能看见大家重聚张氏医馆的一天。想当年，老夫传道授业解惑，门徒众多，今日终于重现当年荣光。师傅，山河4省爆发瘟疫，国军派来书信进行求援。李森，你带师弟师妹们去驰援中原4省，切记护佑黎民百姓苍生，是我等身为医者的职责。楚河，你带师弟们再给我背一遍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子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此。我张家后辈，德行为先，医术次之，心怀悬壶济世之心者，方可成为我张家的传人。我等无愧师父所望，此生皆为万民康泰奔波。师父，徒儿们终于无愧师父所托，终于有颜面来见你了。二师兄，彩儿，多年未见，没想到你还能记得二师兄。二师兄，这些年你们都去哪儿了？当年师父离世，我们遵从师父的遗愿，四处行医。本以为大师兄能好好照顾你，没想到大师兄他……当我们知道大师兄去世，曾去老家找过你，却没想到你已经离开了。当年楚河师兄去世后，我苦撑门楣，却因医术不精，只得把医馆关了。彩儿，当年你离开海城去的第一家医馆，其实也是我们的产业。师兄师姐们知道你要强，这些年来都在暗中护你，不敢让你知道。这些年我们亲眼所见，张家在你手中走向鼎盛，我们到了地底下，也好对师父有个交代了。二师兄，我从前只当是我运气好，竟不知道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哼，你们这群混账师兄师姐一走了之，独留下我一个人帮着张家。张星宇，我已经够仁至义尽了。放肆！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我们面前冒领功劳？诸位师兄师姐，我乃张老神医的关门弟子。当年我拜入门下之时，你们几位已云游四方了。你只不过在张家坐镇几日，就把所有的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在座的诸位，有谁没有受过恩师的恩惠？你让彩儿误以为这些年张家的起伏都是你的功劳。你让彩儿感恩戴德多年，难道你的一身医术不是师父教的？谢恩已报，要不是我们看到直播，还不知道你欺负张家到什么时候。二师兄师姐，彩儿感激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暗中相护之恩，彩儿无以为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彩儿，如果不是师父，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这地位。老神医离世，我们这些徒儿徒孙定当护你张家周全。刚才是那个小子妄言，张家离了他就要没落的。哼！周鹤年，今天我们国医馆的几位老家伙是来替张家解除婚约，你敢说不吗？这些孤儿竟然也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也能护佑我张家。二师兄，
爷爷他还……彩儿，你放心，尽管师父不在，我们这些师兄师姐绝对不会允许旁人欺负了张家。欺负？呵呵，难道师父没有告诉你们吗？师门中不论入门早晚，一切皆以灵枢神针传人为先吗？我们当然知道，只可惜楚河师兄英年早逝，这灵枢神针就断了传承。师父一手灵枢神针，有逆天改命的奇效，只可惜是我愧对爷爷，都是我身体不好，无法学习灵枢神针的技法。好在爷爷他还……好在师父未卜先知，将针法尽数传授于我。我是现世唯一的灵枢神针传人。什么？大言不惭！既然你说你是灵枢神针唯一的传人，正好我也会灵枢神针，敢不敢和我比一比？哼哼，荒口小儿，就你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我听小陈说你是孙家的私生子，哪里学的灵枢神针，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行医不分老幼，你这是不敢啊？哼，可笑！就凭你还不配让我出手。小陈在，替为师与他比一场，若是赢了，为师将灵枢神针技法传授于你。多谢老师。臭小子，我看你不爽很久了，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新一代医学界第一人的实力。若是我赢了，婉婉和邹明就要取消婚约，从此他们再无瓜葛。他是在帮我吗？姐，邹明那个臭小子，当着邹和言和奶奶的面都敢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你要是和这种人结婚，后半辈子可就毁了。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我怕张家以后……婉婉，别怕，有你曾祖父在，没有任何人再敢欺负我们张家的孤儿寡母了。好，小陈，既然你去比试，那么条件你来说。我要是赢了，你就当场自废双手，从此不得行医。纵观医史千百年，还没有人敢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今日在场的诸位，无论医术还是名声，都在你之上，你也不怕牛皮吹爆啊？都这个时候了，去哪里找患者啊？谁知道他们邹家有没有做手脚？不知诸位信不信得过我李某人？二师兄，您是国医堂的泰斗，我们当然信得过。自然信得过。好，既然如此，那就请二位替老夫诊脉吧。这是我上个礼拜的检查结果，我身患胃癌，已多处转移，已到了强弩之末。我想知道你们二位有什么本事让我减轻痛苦？我是学医的，我知道癌症多处转移已经是晚期了，就算有药也是缓解病症，暂时延缓生命，连手术都做不了了。都已经是绝症了，孙成和这个小大夫怎么治啊？就算是神医张思仲活着也没办法吧？二师兄，你怎么了？时也，命也。我记得小时候师父就说过，我幼时乞讨为生，伤了脾胃，往后要尤其注意。这师父才把养生的法子传授给我，只可惜啊，我还是没逃过命运。如果师父他还在的话，二师兄，你放心，爷爷他一定会帮你的。李老，我先来吧。气滞血瘀，已经有了腹水之象，可能肝部、胃部、骨头都已经有了转移。李老，您是医生，应该比我清楚吧？小伙子，我当然知道我的命数已尽，但我今天给你们出的题目是如何减轻我目前出现的癌痛反应。我给您开个食补的方子。好，日常服用五红汤、燕窝，
便可舒筋活络，补血健气，再辅以黄芪人参鸡汤，便可缓解您的疼痛。二师兄，你主公药膳，我这徒弟开的药方可还可以啊？这孩子确实有点天赋，就是我本人目前也是这样滋补的。孙司仲，我诊治在先，待会儿你可别说你的结果跟我的一样。你幼时脾胃不和，这应该是你多年钻研医术，却从未保养过自身吧？人命至重，这是师父当年教我的。只要你心存善意，上天不会亏待你。你这得的不是癌症。什么？孙司仲，你真是为了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李老已经确诊了，你再这样乱诊的话，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张氏医馆啊？小子，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输了，要自断双手，从此再不行医。大哥，你到底有没有把握？这一周我已联系过各国的神医圣手，都明确的告诉我，现在已经是晚期，没有了手术的价值，已经强弩之末了。你这……孙司仲，你一个乡下来的小野种，能比得上这些国医圣手吗？李森，若我说我有把握治好你呢？这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这般意气风发的自信，有和师傅一样的感觉？小野种，你特立独行，不就是想吸引这些大人物的注意吗？你这种罔顾患者性命之人，活该断了双手。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从哪里学的医术，但奶奶既然让我们护着你，我就当你是张家人了。现在这么多国医堂圣手都在，你就道个歉吧。我知道你想让我退婚，但如果搭上你性命的话，你想让我在悔恨中生活吗？这两个孩子虽然不学无术，但本性不坏。哼，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来推翻国医堂的诊断。张思仲说过，让你无论何时都要服用丹参、五味子、柴胡、桃胶，你忘了？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知道师傅留给我的方子？我的诊断不会有错。你可否再试一试？这怎么回事？他知道奶奶的方子，也知道李老的，难道他真的是我的曾祖父？难道真让这小大夫说对了？李老真的没得癌症？婉婉，拿我的灵枢神针来。奶奶，婉儿，去吧。二师兄，贵为同门，我不得不劝你一句。你的胃癌若是舒缓得当，可能还能延缓几年。若是相信这小子，你学艺不精，还敢在这里妄下定论？邹鹤年、张思仲，没有你这样的徒弟。来人呐，还不快给李老煎药！事急从权，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老夫针法的厉害。老陈，看好了，这可是灵枢针法。缺盆、气户、神风，竟真是灵枢神针的技法！天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活死人肉白骨的灵枢针法？我看这小大夫这回完了。他虽然有几分本事，可人家到底是神医张思仲的传人啊！爷爷，是不是过了这么多年，您忘了邹鹤年这个小弟子了？关羽，说
你和楚河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你用楚河的针灸之法？此法乃是楚河根据自己的刑侦之法所改良的针灸之法，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你是说，楚河是张老神医收的一个徒弟，谁人不知楚河是张氏一脉的大师兄啊？楚河根本不会把这些针法传授给你这种德行败坏的人，你到底对楚河做了什么？你一个20来岁的年纪，楚河去世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你知道什么呀？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是我老师救了李老。难道是我们当年行医历练的时候，师傅又收了一个小师弟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好了，李老醒了。只可惜神针不在，若是有灵枢神针，此番二师兄病痛就减半了。二师兄，胜负已分，你且发表言论吗？且慢。小孙子，你现在可感觉微有灼烧之感？左上腹发硬。是啊。只不过学了一些楚河针灸之法的皮毛，竟敢拿出来用，用你！只不过学了一些楚河针灸之法的皮毛，竟敢拿出来用，用你！小杂种，你说的这些病症，皆是胃癌晚期的症状，你凭什么说我师傅？他是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楚河的针法？难道张星宇又掌握了什么证据，并这小子推了出来？邹鹤年，楚河当年最后一针扎在太乙穴上，是因为他只学了灵枢神针的皮毛，他不知入针的深浅，所以扎在太乙穴上反而更加安全。那又如何？师父去世之时，我不过才16岁，我的确只有师父的3成医术，但我也确实是这世上灵枢神针唯一传人。张老神医曾经说过，灵枢神针只留给传承人，你们张家还不快把灵枢神针交出来？唉，张家不仁，要与我邹家解除婚约。我作为灵枢神针唯一传人，当然要拿回神针，担任起张氏医馆救济扶伤的重任呐。这也不错，现在只有邹鹤年会用这个神针，张家留着有什么用？张家未免也太自私了，是患者的命要紧，还是宝贝要紧？哼，唯一传承人，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灵枢针法。这起手式，哎，各位，你们要干什么？哟，哥儿几个没见过什么宝贝，大小姐手里拿的可是古董，拿过来给我们看一眼，拿过来。放开！你们干什么？天空，神针被抢了！什么？走。奶奶，是孙女不孝，没有守住神针，让人将程家之宝抢了去。张老夫人，我早就提醒你，楚家得有个男人来顶门立户。天阔虽然不上进，可咱们有邹明啊！哼，如今神针已失，还要不要解除婚约？你可考虑清楚呀！你一定是你派人抢的神针，我打死你们姓邹的！无妨，就算没有灵枢神针，我也照样可以施展灵枢针法。师父曾说，灵枢神针配上张氏针法，才能牵动身体本身之源，这才有了江湖人称霞光线、病症除的美誉。年轻时候想装包大的，现在反而成了证据。这小孙子也是，分明认出了老夫，现在还帮着这个假货说话。
认输吧，臭小子！20岁就会灵书针法，我看你是在说大话。我爷爷就是海纯人，我听他说过张老神医。据说这张氏针法治疗患者，手法只占3分，另外7分全靠这智灵宝书神针。我也听说了，据说那灵书神针是神仙赐给张家救济苍生的，没了这宝贝，张家拿什么救人啊？谁说只有灵书神针才能施展针法？果然是你，师傅！师傅，怎么回事啊？李老刚才叫小大夫什么？好像是师傅。这怎么回事啊？普通的银针也能产生灵书神针的效果？难道他真是曾祖父？哼，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奇怪，脉象平和，好像没有来针之象。什么？这真的不是癌症晚期啊！你们诊断的脉象和小森子之前的影像资料都没有错。既然您说没错，那为什么不过几针下去就没有了淤堵之症？我没猜错的话，是因为他提取的反刺结果没有检测到癌细胞，只是因为淤堵之症太多了，所以导致他出现了很强烈的疼痛反应。那我还有救？当然，如果你这些年好好听话，又何必老了还受这罪？二师兄，他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连真正的灵书神针也忘了吗？还敢质疑他的话？他才是张家真正的传人。拜见传承人。拜见传承人。邹鹤年，如今胜负已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胜负已分？哼！若不是我先前扎的那几针，臭小子，你以为以你的水平能治好李岑吗？你巧舌如簧。之前我就说了，邹家输了只是退婚，小大夫输了，邹家却让人家自断双臂，这邹鹤年也太没格局了。老登耍赖啊！这是看着小大夫没人护着就来搞事情。老头，你怎么和你那朝三暮四的儿子一样不要脸？邹明呢？难道刚才是邹明让人抢了我们张家的传家宝？怎么，你这是宁愿耍赖，也不愿意舍弃我们张家这棵大树吗？你好，邹明与楚婉婉的婚事就此作罢。哼，我们走。哼，走。曾祖父，那神针呢？无妨，只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件事要查证。你二人可知错？知错。老祖宗，我身为张家后人，知道不应该肆意妄为，但我当初也是为了保全张家家业，不曾想。婉婉，你是张家的后人，这就是你的底气。咱们张家无论是经商还是行医，从不依附其他人。那邹明不是什么好人，以后还是跟他断了吧。是，老祖宗。那你呢？老祖宗，我知错了。若我能好好学医，就不会被邹家牵着鼻子走。你们叫我老祖宗，那可是认我这个曾祖父了。这事虽然匪夷所思，但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祖宗才能完整的施展灵书神针。老祖宗，以后我一定不会贪玩了。天阔，这些年你一直在你奶奶跟你姐姐的羽翼之下，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难道你真的要为了张家，让你的亲姐姐嫁给邹明那个混账东西吗？老祖宗，我要学医。老祖宗，我要学医。天阔，你想学医是好事，但你要想清楚，你是为了咱们张家，还是为了百姓？
师傅，是徒儿无能。小三子，你认出我了？我不知道这个邹鹤年，你们知道他底细吗？当年他将楚河的尸体送回张家，自称是您的徒弟，再加上他真的懂得医术，就把他留在了张家。师傅，难道……我怀疑是他杀了楚河。什么？他今日的刑侦手法与楚河别无二致，所以他极有可能盗取了楚河的针灸之术。所以，咱们还是需要慢慢的探查一番。他早就觊觎我们张家产业许久，难怪我这么多年查账的时候总是入不敷出。今天的直播大家都看见了，难道他们还会相信邹鹤年吗？邹鹤年医术不错，只怕以后还会有人求他看诊。杀害我爷爷，抢走我张家传家至宝，竟然还想逍遥法外！我去找他去。不急，狐狸早晚会露出马脚。彩儿，你想什么呢？爷爷，你怎么哭了？爷爷已经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爷爷说，爷爷帮你出气。爷爷，我好恨，要不是我听信小人，邹家如今也不会一味做大，让我们张家这样被动。彩儿，你自幼心地善良，苦撑了这么多年，张家能有如今的景象，多亏了你。可我终究是让杀害大师兄的凶手逍遥法外这么多年，如今连金晨也被他邹家抢去，我……哎，彩儿，彩儿，这……奶奶，老祖宗，我奶奶她是怎么了？她中毒了啊！快！爷爷，我没事儿。彩儿，你现在年纪大了，还中了毒，这毒连我都没有10成的把握能解。如果家里出了内鬼，对你很不利。老祖宗，邹鹤年下的毒，连你也不能解吗？奶奶怎么办啊？罢了，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临死前还能见你们曾祖一面，已然是大幸。你们不用过于伤心，以后要听你们曾祖的话。都是你们两个没长进的东西，家里除了邹家的奸细都不知道。今天要不是我在，你们祖孙怎么死在邹家的都不知道。老祖宗，这么说，奶奶是不是还有救啊？彩儿，楚河死的地方是不是在苗疆？爷爷，您怎么知道？我有办法了。老师，我刚收到消息，张老太太真的进医院了。我倒要看看，这私生子怎么解毒。拿了这宝贝这么久，也该让他出来溜溜。走。哟，多么孝感动天的场面！邹明，你们来干什么？哎，我听说老太太生病了，我作为前女婿，理应过来看看。邹明，这里不欢迎你们。哎，我只是过来看看。那孙家那小子呢？怎么没来？以前不都是能把老太太病治好，反而还要老太太在医馆躺着？你，邹鹤年，不用你费心，老婆子还死不了，请吧。看来孙家那小杂种也是个废物。老夫人，你下跪给我道歉，或者让楚婉婉陪我睡一晚上，我就能看在老神医的面子上救你一命。你这个无赖，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我们邹家可是现在医学界的新贵，等老太太一死，我们
就霸占你们所有的财产，到时候谁敢说报应二字？奶奶，你怎么了？你们对我奶奶做了什么？张星宇，你可想好了，你这毒在当今世上只有我能解。我不会把婉婉交给你们，我更不会将我们张家的基业交给你们这种小人。你们对我奶奶做了什么？这是要她的命啊！楚婉婉，你现在把衣服脱了，下跪给我道歉，兴许我还能放过你。做梦！小丫头，你可想好了，是跪下道歉，还是让你奶奶继续受罪？你怎么还不回来呀？脱衣服，下跪！你终于来了！你们好大的胆子！你这个小废物，来了又能怎样？我告诉你，只有我师父才能解了老太太的毒。楚婉婉，你奶奶不是想让你嫁给这个废物吗？行，继续脱衣服下跪，让你这个姘头也好好看看。王八蛋，你找死！邹鹤年，你不会真的对自己的毒这么自信吧？自然。这毒，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楚婉婉，听到了吗？他呀，不知道这什么毒，不能救你奶奶。邹明，你给我闭嘴！楚婉婉，你不是亲口不让我碰你，现在是你求我的时候。敬酒不吃吃罚酒，信不信我弄死你们？不知道这毒又如何？我照样治得了。难道他真的有解毒的办法？切，别听他胡说，他也就20多岁，连毒都分不清楚，怎么解？你个臭小子，连是什么毒都不知道，你就不怕把老太太给治死？楚婉婉，你想好，你是信他，还是信我们邹家？别忘了，这可是你奶奶的命。好啊，你们这些卑鄙小人，不是你们下的，现在又过来装好人，一个老不要脸带着2个小不要脸的，一群败类。楚天阔，我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哎，阿明，让他舒服舒服嘴呗。过一会儿悼念的时候，他就能哭出来。是你们在找死！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们给我瞧好了。雕虫小技！住手！小虫子，往哪里跑？我求求你了，不要啊！叔太留情，不要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惩罚你就记着吧。爸，你怎么了？老郑，你对我老师做了什么？你竟然知道我的秘术！明明不知道这是什么毒，为什么能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而是这个畜生下的蛊。什么？我还说你是如何学得楚河的医术，原来你是当年苗疆巫术的后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昨日采儿中毒，我还纳闷，这既不是草药，也不是假药所致。后来我翻了下药渣，才发现，原来他中的是蛊毒。切，什么蛊毒？你以为是玄幻小说啊？当年是你害死那楚河吧？哼，世人皆知，楚河的死是地震掉落的砖块将他砸死的。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还说，楚河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将这灵书真术交给你？一定是你拿了他的家人威胁他。邹鹤年，竟然是你，真是你！你是什么人？竟然知道苗疆蛊术？你根本不是孙家的私生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邹鹤年，你还不认错吗？嘿嘿嘿，知错。既然你知道了我是蛊术传人，那应该知道我的厉害。
哦，是吗？把张家的基业全部打到我的名下，我可以饶你们不死。你放马过来吧。你，我让你们都死，你们今天全部死掉，张家的产业就是我的了。爹，楚婉婉留给我，我想让这贱人生不如死。师傅，杀了他，杀了这小畜生！天空，快！好嘞。原来你刚刚让我买杀虫剂，是这个用处。你们做什么？我要杀了你们啊！我的母仇！小轩，这都什么年代了，谁家还买不起杀虫剂呀？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哎呦，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老夫没想到，竟然折在你们手里了。恩将仇报的是你们邹家。当年苗族地震，我爷爷带领着张家医者奔赴灾区救援，我张氏门徒不眠不休地救助你的族人，从未抱怨过一句。可最后，你爷爷带来的10余个张家精锐，皆死于那场地震之中。对不起，你们的从来不是我们张家，而是你邹鹤年觊觎我们家医术，偷学我爷爷的灵枢神针，这才害了他们。是又如何？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证据？要证据是吧？这就是证据。你毒害了楚河，还害了我张家10几口人。今日我就要来找你讨个说法。原来真是你！这些年，你邹鹤年借助我张家名望，成为世人追捧的名医圣手，可医术竟是偷我丈夫的。邹鹤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是又如何？当年我的家乡地震，我的父母兄弟全都埋在地下，楚河他却先去救了别人，才造成了我成孤儿了。当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张氏医者倾巢而出，但伤亡惨重。你的父母兄弟深埋地下，以当年的救援能力，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来。是因为你放不下你心中的执念。那我的阿妈呢？我的阿妈她本可以活着。楚河说，只要有灵枢神针在，我的阿妈就可以救过来。她明明答应我的，她非不肯把金针给我，她该死！我张家祖传的金针，其实只是普通的金针。什么？普通的金针？众人皆以为这灵枢神针指的是我张家祖传的金针，其实不然。这祖传金针之所以名贵，是因为当时祖上行医时，正好巧遇中原瘟疫。我张家老祖宗不惜以身试药，终于找到了治疗瘟疫的药方。万民都认我张家先祖医德高尚，于是全城为他筹集了一副金针，而这张家先祖便将这金针传了下来，目的是为了让张家的门徒以及后人能记住这一刻祖先为百姓试药的故事。看在你是个官儿的份上，那针就送你了啊！你们骗我的，你们都是在骗我的，我不信，我不信。当年你盗取楚河的医术，楚河在临死前一定对你有所主动，可惜你却没有听他的，是你亲手害了你的恩人。当年你为什么对我下毒手？畜生！你凭什么不救我阿爹阿妈？是你，要不是你，我就不会变成孤儿。去死吧！并非是我不救，而是他们都无力回天了。胡说！会胡说，也会医术。我往后定然不会像你一样见死不救。竟然是张氏针法！
畜生！我一定会用这针法救济苍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景致，得于于此，切记，切记！哼，用不着你来救我。可你却从未将他凝重的遗愿放在心上。不是的，楚河，一切都是楚河的错，是楚河的错。你才20岁，而且不是张家的人，你怎么知道50年前的事情？父亲，别听他胡说，这小子在骗你。我们特意去你们的寨子找到了当年的幸存者。邹鹤年，你有没有想过，就因为你的一己私欲，害得我奶奶早年丧夫，而我的生父从未见过他的父亲。邹鹤年，你还记得你当初的宏愿吗？你们懂什么？我从寨子里出来，我就是要过上人上人的生活。邹鹤年，你收手吧！你阿爹阿娘是多么质朴的人。傻，他们就是太傻了，跟着他们去救人，才被埋到地下的，才让我成为了孤儿。算了，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的道理。你也永远不配做我张家的后人。邹鹤年，你的罪行都已经被我直播出去了。天哪，邹鹤年竟然是这种人！人家楚河去救援，还竟然偷了人家的医术不说，还把人害死了。他自己都是医者，怎么可能不知道有的人可以救，有的人救不了？别拍！别拍！我他妈让你别拍了！邹鹤年，涉嫌一起故意杀人案，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邹鹤年，人的一生不能只为了名和利，否则张家的一生也不会如此有威望。当年楚河调弄的那本笔记，应该也是他想给你。什么？因为苗疆的没落，他希望你能够带领民众离开苦海，可你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他的苦心。是我辜负了我的恩人呐！孙思仲，你这个小孽种，我不会放过你的！等着点儿，等着！杨阔，今天起你要跟你曾祖好好学学医术啊！放心吧，奶奶，我答应老祖宗要好好学习医术，到时候这年轻人的第一头衔可就归我了。就怕你学习劲儿过了，又不学无术了。是，爷爷，你都80多岁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这大清早就喝这些冰的东西，你这身体怎么受得了？爷爷，我气急这么多年，从没有喝过冰的。你好不容易把我治好了，我就喝一口，就一口，行吗？不行。笑什么笑？婉婉，你都多大了？该认识认识新朋友了。姐，老祖宗催婚喽。师傅，大喜呀！您前几日施展灵术神针那个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您在龙国医学界那可是出了名了。今天的拍卖会是由国医馆举行，邀请了不少医学专家。天哪，老祖宗，你看舞台边上那个老人，他是呼吸领域的专家。之前奶奶气急犯了，他还说奶奶活不过60呢。小孙子，你说这拍卖会到底有什么东西啊？能吸引这么多人呢？为了恭迎师傅回归，我们几个老家伙特意准备了几张师傅所写的药方拍卖。最后一件藏品，来自日红国尾田先生提供的仙草。尾田先生称，这株仙草早在100余年前在龙国古书中就有记载，称为琉璃果。这上面的果实100年方得一颗，患者服用后可延寿100年。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果子？这不是比仙丹还要稀有？不，这个琉璃果真能延寿100年？确实。只不过可惜，这个东西不是真正的琉璃果。
不是琉璃果。尾田先生可是国际上知名的草药大师，他怎么可能认错？就是啊，这种仙草我只在书上见过，这么稀有的品种，怎么可能会是假的？放肆！你个乡巴佬竟敢质疑尾田先生！诸位，他只不过是我父亲在乡下养的私生子罢了，没见过什么世面，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你个乡巴佬懂什么是琉璃果吗？跟着赤脚大夫学过几年医术，真给自己当神医啦！起拍价1个亿。且慢，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屡次阻挠拍卖？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网红大夫，诊断出李老得的并非是癌症，异兽针灸术治好了李老多年来的旧疾。没错，还请诸位听孙先生一言。我看你们龙国大夫名不副实，竟然连琉璃果都不认得。诸位，这琉璃果100年结1次果，且药效为13天，不要被这个骗子耽误时间。我出5个亿。他是首富霍家霍震霆，听闻霍老爷子得了重病，想来这是为了霍老爷子拍下的琉璃果。天哪，5个亿！不过5个亿买霍家老爷子的命也是值了。我说不能拍。我对先生早有耳闻，本想请先生为我祖父诊脉，此次琉璃果机会难得，还请先生莫要阻拦。你是霍行舟的孙子？您认识我爷爷？你爷爷今日是否突发恶疾？五脏六腑呈衰败之象，就连医生都指不出来他这病到底从何而来，只能说寿元将尽，已无力回天。你怎么知道？那你就更拍不了这果子了。为什么？还请先生明示。因为80年前，你爷爷已经误服过一次琉璃果。什么？台上此物酷似琉璃果，实则它是与琉璃果相伴而生的水晶穗。它会在琉璃果结果之前，先一步开出花，结出果，然后再吸食琉璃果中的杂质。哼，可笑，古书中从未有过记载。孙思仲，我看你是在这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我以尾田家族的荣耀发誓，这就是琉璃果。你有什么能证明它不是？琉璃果晶莹剔透，在强光的照射下会呈现柔和的七彩光晕，而这水晶穗看似透明，实则在强光的照射下会发现核心中有一团黑雾，此黑雾就是毒素。竟然真的有黑雾！尾田先生，我早就听说你是国际闻名的医草药专家，怎么会连水晶穗和琉璃果都分辨不出来？我不得不怀疑你此次潜入龙国的目的。哦，我知道了，他要害人。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我不是你们龙国的人，不懂你们龙国的古术，有什么奇怪？若不是因为我发现了这玻璃盏上有你专属的标记，我还真的会无心的以为你是无心之举。有标记又怎么样？这果子这么神奇，我们用了玻璃盏，有什么奇怪？问题就出在你标记上。各位，还记得我们张氏医馆前些日子发现了一些假药吗？那些假药的药材包上全都是他的标记。居然是你做的？什么？尾田家族竟敢兜售假药？将假药流入我龙国医馆，你们外国人安的是什么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泽民，这水晶穗也是你的杰作吧？竟然被你发现了！宗明，你怎么在这里？竟然是这小子！你在我们张氏医馆长大，我待你不薄，为什么要陷害我们？你应该怪他，孙思仲。如果不是他，我怎会沦为笑柄？如果不是他，张家的一切可都是我的。孙思仲，是你害得我父亲锒铛入狱。我告诉你，在座的所有人都该死。你身为龙国子民，勾结外邦人，祸祸我们龙国自己人，
宗明，那些名利和地位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重要，当然重要。楚河死了以后，张家是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有了今天的财富和地位。我当惯了人上人，让我从头开始做梦。那你也不能帮着外人害自己人啊！尾田先生说过，只要我把这假药流入龙国市场，我就会获得高额的回报。即便以后东窗事发，我在他们国家也会被奉为上宾。宗明，清醒一点，他们都是在骗你。我倒是消巧了你们龙国的医者，小子，你医术了得，洞察力极强，可否愿与我们效力？我们龙国人自有傲骨，今日已落在我们手上，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国君还有什么话可说。更何况是他先破坏和平，也是他先行不义之举。臭小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看中你是你的福气，乖乖听我们的话，为我们效力。你们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医者，等不住我！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龙国的点穴是假的吧？老祖宗好厉害，这招我也要学。师傅，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今天我就要跟你们算算账。天空，开始直播。100年前你对我们做过的罪恶，说我们没有证据，今日就让全世界都看看你们的恶行。怎么回事？这不是国医堂组织的慈善拍卖会？那不是草药学专家尾田先生？你怎么敢？泽明，我调查过你，你的父亲为了名利和地位，只愿意给大人物看病。可在早年间，他也和我们龙国的医师一样，有一颗悬壶救世之心。如果让他知道你结合外邦去祸害我们龙国人，他对你该有多失望。我告诉你，你最好放我们离开。我和尾田先生可都是专家，他们绝不会让我们被抓的。还有，你少拿老爷子吓唬我，我不怕。你们外国人，你们不敢动我！以你代友邦，以我为家园，这就是我龙国的态度。没错，没错。你们猜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个草药来你们龙国？现在就让你们尝尝见识！你做什么？还记得我们刚见面时他的称吗？你是说那疫苗被你们发现后，给你们龙国人的惩罚？这种水性罪就是诱引。伟大的神明会降下天罚，让我的国家走上强盛，而你们后头割去。快走！快天空，关上大门，不能让他们任何人离开这里。这两个人有问题。孙思仲，你疯了！这人在胡说八道，你也信？快放我们离开！都已经这么晚了，能有什么事？爷爷，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先在这里隔离7天，如果到时候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再解除隔离，自行离开。孙思仲，在座的可都是出了名的大夫，谁要是有事还不能自己抓药？就是因为你我皆为医者，我们才不能做如此没人性的事。诸位，我们这一生都在为生命求安康，为国家奉献的一切，也不止参加过一次救死扶伤。如今家国有难，若是带着这些病毒出去，我们又该怎么面对我们的父亲以及兄弟？又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医患？这如何让他们平安？我张家愿意在此隔离。我医馆众人愿意在此隔离。霍家也同意。我愿意，我也同意。我替百姓谢谢诸位大义。
泪目了，这些医者在咱们龙国都是受人尊敬的，他们为了百姓，竟然自愿隔离。求求啊，千万不要让他们有事啊！老祖宗，我以前一直以为学医是受人追捧，我现在向您求医，是想为家族出力。是啊，今天我们才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医者的责任。身为张家的后人，可以不懂医，但不能没有品德。无论以后你怎么选，未来张家的重担还要落到你身上。老祖宗，我记住了。孙少，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们！这怎么回事？难道是疫情吗？莫慌，我来看看。别动！你们快救救我！这段时间我对张家这个样子，他一定不会救我的。你别胡闹了，行不行？我是医生，不会行龌龊之事。老祖宗，这个坏种还有救吗？他的症状较轻，脉象虚浮，咳嗽不止，真是瘟疫。那我们岂不是都要遭殃？所有医者，你们现在就近治疗你们的伤患。没有行过医的人，请麻烦帮忙建立一下隔离区。有一场硬仗要打了。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行了，你不用跟着我了。你年轻一代第一人的称号，我是不会跟你抢的。现在大家都忙成这样，你也快点动起来吧。孙思仲，只要你肯帮我一次，就算我孙晨欠你一次。想这么多，不如抓紧去救人。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霍总，麻烦你们霍家帮我收集一些药材，金银花、甘草，还有牛黄。好嘞。小大夫，有条不紊，我们有救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隔离，不知道这次又要有多少人遭殃。不好了，你们看新闻没有？世界各地纷纷爆发疫情，他们热红国是不是疯了？老祖宗不好了，外面也出现疫情了。老祖宗，他这怎么了？这是急性休克。婉婉，快去拿银针来。好。哎，等等。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他。你可能不是个好人，但你是个合格的医者。师傅，这个病毒通过呼吸、唾液、体液传播，现在看来，这个病毒可能会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引发休克而死亡。真是无妄之灾！这个病毒来势汹汹，从未见过发病如此之快。现在情况危急，这么多病患，我实在是来不及医治。所有没有症状的医者，且会针灸之术。向前一步，我现在就将我张氏家传针法灵枢神针交给各位，请诸位看好了。天哪，这灵枢神针能保他一生荣华富贵，就这么水灵灵的交给大家了。我的天，小小年纪就这样的胸怀，我为我之前黑他道歉。顺便还请诸位可以将此计发送给其他国家。百姓们无错，我们不能让他们陷入病痛的折磨。我听到了什么？他让咱们转发给其他国家。先生大意。先生，霍家已经把药集齐了，现在已经在送来的路上。好，麻烦了。但是先生，恕我直言，有几味药毒性比较大，先生您……张家先祖，弟子不才，秉承先祖遗志，悬壶救世，救济苍生。今家国有难，弟子愿以身试药，还望先祖保佑世人度过此劫。老祖宗，霍家的药到了。好，你把每一味药材都提样出来一份，不用全部搬过来。是老祖宗。师傅，我按照您教我的按摩手法，几个症状比较轻的患者都不再呕吐了。
等一会儿我就跟楚小姐去搬药材。好，小孙子，哎，我有些事情想跟你交代一下。如果我不在了，张家就都靠你了。天阔现在有心学医，你这里已得我5份真传，就拜托你替我教教他。师傅，你别说胡话了，你如今才20岁，你还能陪我们好多年呢。这，你别吓我呀！药材抓取竟如此精妙，我确实比不过他。哎，师傅不愧是师傅啊！这味药温和对症，这服下去，症状肯定缓解不少。你竟然要用这虎狼之药？这个斑毛，如果剂量用不好，那真要出人命啊！你这……小孙子，如果我出事，这里的局面就由你主持，千万不要让病毒外流，要护百姓安康。师傅，您让我来吧，我已年迈，您还年轻呢。让我来！诸位，多谢，今日之事，还是我亲自来吧。此药需要我亲身感受，才能定准剂量。若能为百姓献出我的性命，我张思仲不枉此生。我要哭了！我有神农尝百草，今有思仲先生为民施药，我要为小大夫祈福，一定要平安啊！这是每一个医护工作者的坚守和执着。老祖宗，药好了。乖，莫要哭了。老祖宗，婉婉，现在张家有天阔，还有你奶奶，以后家里的担子不要想着自己扛，老祖宗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对了，孙晨，放心吧，你这年轻一代第一人的名号，我不会和你抢了。不，这个名号是您的，孙晨我自愧不如。师傅，小孙。快了，小孙子，是这话，按照这个方子，牛黄再加1钱。是。小神医，小神医，救救他！快救救他！有没有人救救他？不要死，不要死，坚持住！这是小神医孙思仲亲自试过的药，我遵从先生的心愿，将公布药方。牛黄4钱，甘草1钱，环毛2两。是先生亲身试的药，先生还要救济万民，绝不藏私。宗娘，我都错了。张思仲大竟然真的能为百姓做到如此，我真的错了吗？报告，我要申请，我是苗疆古树传人，兴许我能救他。真的吗？快！先生，按您的药方，病患皆已好转，您就醒醒吧。爷爷，老祖宗，我终于明白医者的使命，求您醒过来吧，求您了。张先生不愧是一代国医，我对不起你们。喂，爷爷，好，我知道了，是我爷爷的电话。他说他曾服食琉璃果，他的血兴许有用，已经在送过来的路上了。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主攻的也是疗养，但解毒
让老夫来。你要干什么？不要碰我老祖宗！我是恨你们张家不错，可我也是一名医者，能为万民施药又从不藏私之人，我敬重他。你，楚小姐，就让他试试吧，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已尽人事，如今全凭天命安排吧。一个奇迹！上天不会薄待大义之人。师傅，师傅，醒醒！老祖宗，你醒了。是谁？是谁救的我？是邹鹤年吧？我就知道他不会见死不救的。你知道，每一个医者在面对生死存亡之际，都会放下自己心中的恨的。尽管他恨我们张家，恨当年楚河没有能力救下他的父母。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邹老的儿子因你丧命，他又因你进监狱失去了所有，但他却始终不能像你这般舍生取义，为万人施药。不，他能。纵然他心中有恨，可当年他捡到楚河那本日记时，他想的也是让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像他一样被迫失去父母的孩子。只可惜红尘炼心，他没经受住考验，受教了。今日在场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孬种，都可以称自己一声英雄。这也是楚河的期望吧。去吧。大家都散了，说不定还有民众仰仗大家的帮助呢。那先生，我们先走了。我爷爷说对您甚是挂念，等您恢复了，一定要找他下棋。这个臭棋篓子没有一次赢过我，等过2天我再去好好教训他。那我霍家恭候您大驾。哎，对了，小森呐，你去跟那个国医堂聊一聊，看看他能不能把邹鹤年当成御医，让他将功赎罪。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他那一身好本领，我可不想让他被埋没。好，徒弟明白。老祖宗，那我们回医馆吧。走吧。哎，对了，爷爷，你怎么认识霍老爷子呀？这个说来话长，多年前他舍命救我，我便用那琉璃果救了他一命。天道轮回，若不是这些前尘往事，也没有今日的福报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存善意，方有善报。哦，对了，老祖宗，邹鹤年将这个带了过来。我终于有时间去看这本笔记，也终于明白龙国的每一个医者都要背诵大医精诚。原来我早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己，我不配拥有这本笔记，将它留给张氏后人，希望都以我为戒，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天空，这个是你爷爷的笔记，也算是得了我的真传。你回去好好把这病例给我看好，以后张家的重担交弄到你身上。宗祖，看笔记哪有您亲自指导来得快啊？我可没有功夫亲自指导你。现在全国呀，还有很多人饱受病痛折磨，我准备休整2天，去全国巡游了。啊！您不在，我都没劲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静下心来，好好学吧。
众所周知，司仲先生以身试药，解决了这一次的世界病毒。我想请问司仲先生，是什么支撑您坚持试药的呢？我张氏医馆的祖先，同样是因为试药而离世的，是他们让后人始终铭记，患者的性命重于泰山。修行医术是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这不仅考验着每一位医者的耐心，更是让他们逐渐对生命的敬重。坚持在病痛面前，生命脆弱且渺小，每一个医者每一天都在与死神战斗，而每一个人的医护工作都值得被尊重。我们念过西格拉雅的誓言，读过大医精诚，他们的每一个字都让我们坚定治人必有必然的信念。我想每一个工作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定会做出与我一样的决定。他们也都明白一个道理，人命之重，有贵千金，一封寄之，得遇于此。